大家好，我是花花，爱在家里种葱种菜的朋友。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让人特别心酸的现象，葱的早衰。你有没有遇到过自己种的葱，一开始生机勃勃，可是收了一两次之后，就仿佛用尽了全身力气，叶子越长越细弱，颜色也蔫黄，再也没有了当初那股水灵鲜嫩的劲儿，好像一下子失去了葱的灵魂。如果你正在为这个问题头疼，那我告诉你，80%以上不是你的问题，而是你不知不觉中踩中了一些要命的坑。这些坑直接决定了你的葱是能成为100分的万年青，还是只能当不及格的一剪梅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上干货。首先，最容易改正的第一个坑叫做空间骗局。空间骗局的坑。空间骗局通俗解释就是种植过密以及容器过小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把10个人关在一个只有5平米的狭小房间里，让他们长期生活，结果会怎样？他们会为了有限的空气、空间和食物而竞争，每个人都会营养不良、精神萎靡，容易生病。你的葱也是一样。很多朋友用葱根种葱，或者从市场买回来葱苗进行分株移栽时，总是舍不得分开，恨不得把一整把好几个葱根都一股脑地塞进一个小花盆里。这么种，刚开始看起来是挺棒，一盆郁郁葱葱，成就感满满。但这是个假象，问题马上就会暴露。因为太挤了，根在土里抢水抢肥，叶子在空中抢阳光，每一颗都活得很有压力。他们那点力气全用在互相竞争、勉强生存上了，根本没有储备。这时你再去割它，就等于是让它透支。它连维持现状都困难，哪还有资本去修复伤口、重新生长？结果只能是割一回，弱一分，很快就没后劲了。但这还只是空间骗局的一半。更大的问题在于盆小，盆小就意味着土壤少，这是一个更致命的硬伤。简单说，盆小导致的直接问题就是一少三差，土少，保水能力差，保肥能力差，养活有益菌的能力也差。具体来说，土少了，夏天水分蒸发极快，容易旱；冬天水分挥发慢，容易闷根。土少了，有益微生物没有足够空间繁衍，土壤不活跃。最终，你葱的根系就困在这么一个又穷又不稳定的环境里，一直处于消耗和疲劳状态，自然长不好，老得快。所以，打破这个困局的话，你需要做2件事：一是疏，二是扩。疏就是要保持合理间距，无论是用葱头栽种，还是移栽葱苗，都要确保每颗葱之间至少有3至5公分的距离。这个距离可以保证每一株都能享受到侧面的光照和通风。扩就是尽可能使用足够大的容器，我建议深度至少要有20公分以上，直径越大越好。大盆的土壤环境更稳定，温差变化小，保湿保肥能力强，能为根系提供一个安逸舒适的家。家舒适了，葱自然就长得好了。当你给葱换上了足够大的房子，这仅仅是成功的第一步，相当于为它的高产长寿打下了最坚实的地基。但问题是，如果地基之上你每天的养护操作是错的，那就像用错了建材和工法，房子还是会垮，葱还是会早衰。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易错、更普遍也更致命的第2个坑——溺爱的坑。溺爱的坑。很多朋友，特别是刚开始种植的朋友，心里充满了对植物的爱，这种爱体现在行动上，就是生怕它渴着，天天浇水；生怕它饿着，动不动就施肥。看着水浇下去，肥施下去，心里就踏实，就觉得它一定能长好。但恰恰是这种溺爱，成了葱的另一个早衰的杀手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们要从葱的性格说起。葱的本质是一种非常耐旱、耐贫瘠的植物，它的原生环境决定了它的根系并不喜欢长期浸泡在潮湿的土壤里。你天天浇水的话，盆土永远湿漉漉的，会导致根系无法呼吸，慢慢窒息，最后腐烂死亡。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闷根。根烂了以后，它表现出来就是生长停滞，叶尖发黄，整体萎蔫。你以为它是缺水了，其实是浇水浇多了。其次，关于施肥，葱对肥料的需求是薄肥。很多朋友用的肥料，要么浓度过高，要么是未完全腐熟的生肥。高浓度肥料会直接烧伤根系，
造成肥害。而未腐熟的有机肥在土里发酵，会产生大量热量和有害气体，还会招惹小黑飞等虫害。还有一种更容易忽略的情况，施的肥料，但磷钾比例不对，结果就是前期叶子虚长，看起来茂盛，但植株徒长，茎秆软弱，抗病能力极差，后期一旦营养跟不上或环境稍有变化，立刻崩盘，出现早衰。所以避开溺爱之坑，我给你3个字的口诀：察、兼、保。第一，察，学会观察。浇水前，请你务必用手指或筷子插入盆土约2至3公分的深度，感受一下。如果指尖感到明显的潮湿，有凉意，那就坚决不浇。一定要等到表土以下都变得比较干燥了，再一次性浇透，直到盆底有水流出。这叫见干见湿，是养活大多数盆栽植物的黄金法则。第二，间，拉长间隔，制造生长刺激。对于葱这类植物，适当的干湿循环不仅不会害它，反而能刺激它的根系为了寻找水分而向下、向四周更努力的生长，从而发展出更强大、更健康的根系网络。强壮的根才是抵御早衰的根基。第三，薄，肥料宁少勿多，宁薄勿浓。如果是自己沤制的叶肥，一定要充分腐熟，并且使用时对水稀释到安全的浓度。如果是购买的花肥，严格按照说明书上推荐浓度的1半或者1/3来使用。施肥的频率，在生长旺季春秋季节，每2至3周一次就够了。冬季和盛夏高温期，几乎可以停肥。记住，对于家庭种葱，我们追求的是持续健康的采收，而不是一夜之间的暴涨。稳扎稳打，才能细水长流。讲到这里，我们稍微深入一下。在解决了空间和日常水肥问题之后，还有一个隐藏的早衰助推器，那就是土壤的退化。3. 土壤退化的坑。很多人种葱，一盆土种了好几年，从来没换过，这问题就大了。我们每次割葱，就像从土壤里抽走一些营养，虽然也浇水施肥，但根本补不周全。时间一长，土会变得硬邦邦的，根本钻不动。而且肥料用多了，土壤里还会积累一些垃圾盐分，让土壤的有益的养分被锁住了，根吸收不了。所以定期给土壤换新特别重要，最好每年春秋季节给它彻底换一次土。如果嫌麻烦，至少把上面的旧土挖掉一大半，换上新的松软的营养土。这就好比给你的葱换了一个崭新的蓬松柔软的床垫，它立马就能长得精神100倍。最后总结一下，先确保葱与葱之间的间距，该换大盆就换大盆，然后不要过度浇水，不要不恰当施肥，最后不要忘记定期换新土。这3件事从基础到精细，环环相扣，帮你彻底告别葱早衰，让你又多又香的葱吃过瘾。如果你今天听完恍然大悟，发现自己可能踩中了哪个坑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喜欢我的内容，请点赞，并把它分享给更多热爱阳台种植的朋友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